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夜色如墨，覆盖了台北这座繁忙的城市，街道的喧嚣渐渐消失，四周变得静悄悄的。龙山寺，台北最古老且神圣的寺庙之一，沐浴在昏黄的灯光下，依旧保持着它不言不语的庄严。白天的香火繁盛和人群喧哗已经过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沉的寂静。偶尔，风从庙外吹来，穿过老旧的庙门，带着一丝凉意，轻轻拍打着墙壁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寺庙里的灯光微弱，几盏破旧的灯泡挂在天花板上，摇曳的光影在墙壁上拉出长长的影子，像是活生生的幽灵在空气中游走。空气里弥漫着香火的味道和一股不易察觉的潮湿气息，仿佛每一寸木板和石砖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沉重。周围安静的让人不自觉地屏住呼吸，而这份静谧又带着一丝压迫感，仿佛随时会有未知的东西从黑暗中跃出来，吞噬一切。这里就是龙山寺，真的很有历史感。站在庙外的游客低声自言自语，脸上露出一丝期待。他是一名年轻的摄影师，对历史遗址充满兴趣，也听过不少关于这个庙宇的传闻。说是夜晚，庙中常常会发生一些难以解释的事情，尤其是那些古老的神像，似乎在静默中蕴藏着什么不可言说的秘密。他决定在夜晚留下来，拍摄一些照片，体验这座庙宇的宁静与神秘。走进庙门，他的步伐轻轻的，不敢打破这份沉寂。寺内的香火台已经熄灭，留下的只是几根点燃过的香柱，静静地散发着香气，仿佛在为这片神圣的土地祈祷。他在空旷的大厅中徘徊，举起相机，捕捉着每一尊神像的面庞。灯光微弱，神像的影像总是显得有些模糊。每当他聚焦时，镜头中的神像显得异常静谧，似乎在静默中注视着他，等待他发现某些无法言说的秘密。然而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开时，一股无名的冲动让他不由自主地向右走去，走向了那个位于庙内偏僻角落的旧殿。这座殿堂看起来并不显眼，光线昏暗，空气沉闷，四周的墙壁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。主角心中涌起一阵异样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好奇心。他感觉到似乎有某种力量在引导他。当他踏入那座小殿的瞬间，屋内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，四周的黑暗像是活物一般紧紧地包围着他。神像依旧静默地站立，但与他之前看到的神像不同，这些神像的眼神似乎更为深邃，仿佛在黑暗中埋藏着无数个未解的谜团。他拿起相机，尝试拍摄其中一尊观音菩萨像，相机镜头对准菩萨的面庞，焦距调节到最佳。然而镜头中的光线却始终无法完全清晰，似乎有某种力量在扭曲视线。他皱了皱眉头，低头重新调整镜头，却突然感觉到一股寒气袭来，像冰冷的指尖划过脊背。回头看时，菩萨的眼睛微微闪动，像是凝视着他，目光穿透了时间与空间，直直地射入他的心灵。不可能，他喃喃自语，心跳突然加速。他立刻低头查看相机中的画面，虽然镜头不再晃动，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平静。相机的显示屏上，菩萨的面庞依旧如常，眼睛却仿佛在静静地凝视他。微微的光晕让他的眼神变得愈发深邃，甚至有些诡异。就在此时，一阵冷风吹过，庙中的烛光摇曳，发出轻微的嘶嘶声。主角抬起头，目光与那尊神像的眼睛对视了一瞬间，他忽然感觉一股无法言喻的压迫感袭来，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注视他。他迅速迈开步伐，准备离开，但心中的那股不安感却愈发强烈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远处等着他，悄无声息地将他拉向更深的黑暗。是不是我太累了，眼花了？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想要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但内心的动荡却无法平息。他转身走向庙外，但那股目光似乎依旧在他背后跟随。主角的步伐越来越快，心跳也随着他的急促动作愈加剧烈。尽管空气中弥漫着香火的气息，尽管四周宁静到让人不安，但他无法摆脱那种被目光紧紧盯住的感觉。
每走一步，他的背脊就一阵冰凉，就像是背后有一双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他，逐渐吞噬着他的勇气。他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转身走出了那座偏僻的小店。然而他的脚步似乎不受自己控制，几乎是机械地朝着庙内更深处走去。他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，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牵引着他，让他走向更深的黑暗。他在寂静的殿堂中穿行，忽然他的视线停留在一尊新神像前。这尊神像看似普通，但他的眼神中隐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。那是一尊身着华丽衣袍、面容温和的观音像，双手合十，表情慈悲。然而与其他神像不同的是，这尊观音像的目光似乎不再是凝视着空无，而是直直地锁定着他，仿佛知道他的内心所思。他猛地停下脚步，心脏砰砰跳动，几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来。怎么回事？我明明记得他刚才不是这个位置。他低声自语，试图让自己冷静。然而眼前的神像依旧静静地矗立在他面前，眼神却变得愈发深邃，仿佛正在穿透他的灵魂。他靠近一步，目光从神像的面庞滑到他的双手。忽然他发现观音菩萨的双手轻微地颤动了一下，像是在轻轻地接纳某种力量，仿佛在传递什么神秘的讯息。那只是我的错觉。主角强迫自己微笑，试图安抚自己的情绪。可是他清晰地看到那尊神像的双手动了一下，不再是僵硬的石像，而是似乎带有生命的神像。他不自觉地倒退一步，双脚几乎没有站稳。他的相机再次举起，想要拍摄下这一刻的变化。然而这一次相机的镜头却没有像之前那样自动对焦，而是突然变得异常模糊。镜头中的观音像扭曲变形，仿佛成了另一个空间中的影像。咔嚓，相机突然响起快门声，镜头的一切都停止了。主角心头一惊，低头查看相机屏幕，却发现显示屏上居然是一张完全无法理解的画面。他看到了神像的面庞，然而那张面孔竟然变得扭曲不堪，眼神冷漠，充满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恶意。心跳加速，恐惧涌上心头。相机的屏幕突然变得闪烁不定，像是受到了某种外力的干扰，画面变得更加模糊。主角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，镜头对准那尊神像，却始终无法捕捉清晰的影像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阴冷的风吹过，他的衣服剧烈地摆动，空气中瞬间弥漫着一种奇异的压迫感。他的耳朵似乎也被某种不明的声音侵蚀了，耳边传来一种低沉的咕哝声，像是某种远古的语言，遥远而模糊。他感觉到周围的气氛发生了彻底的变化，庙中的空气仿佛变得沉重，墙壁也似乎开始有了轻微的震动。那种陌生的声音变得更加清晰，似乎从神像中传出，声音低沉沙哑，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。你不该在这里。声音如此清晰，如同一只冰冷的手从背后触碰到他的脊椎，令人毛骨悚然。主角猛地回头，目光迅速扫过四周，然而庙内一片死寂，除了他自己，什么也没有。他的心跳几乎要爆裂开来，感觉一切都开始扭曲。他无法解释发生的一切。他看着神像的眼睛，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观察者。神像那双看似空洞的眼睛，似乎带着某种恶意，正不断地将他拖入一个无法逃脱的深渊。你不该来这里。声音再次响起，犹如在他的耳畔响起的耳语，低沉而富有威胁。主角的脚步停滞，他愣在那里，头脑一片混乱。但就在这一刻，神像的眼睛猛地闪烁了一下，瞬间整个庙宇似乎发生了变化，周围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，空气中的温度急剧下降，深沉的黑暗开始吞噬一切。他猛地转身，快速冲向庙门，却发现自己好像迷失了方向，脚步越来越急，呼吸越来越急促。他似乎陷入了一个不断旋转的迷宫，眼前的每一寸空间都在消失，仿佛他永远也无法走出这个地方。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。他开始明白，他或许早已踏入了一个他无法理解的世界，一个神灵与死亡之间的缝隙。主角的心跳如擂鼓般在胸腔中回响，
脚步却似乎永远无法越过那片黑暗。庙内的每一根柱子，每一块石板，都仿佛在冷笑着，吸引着他进入一个更深的陷阱。他的呼吸急促，焦虑和恐惧像潮水一样席卷而来。这不可能，他轻声自语，尽力让自己保持冷静。我只是在拍摄，只是想拍点照片。然而，他越是想冷静，心中那种被追逐的感觉越加明显，脚步变得越发沉重，每踏一步都仿佛踩在了冰冷的钢铁上。突然，一道微弱的光从前方的黑暗中闪烁，那光并不明亮，却足够引起他的注意，仿佛是某种未知力量的召唤。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锁定了那束光，内心某种不可名状的渴望让他无法抗拒地向前走去。他加快步伐，逐渐靠近那道光。那是一道蓝绿色的光点，在空气中缓慢漂浮，时而明亮，时而暗淡。它的运动轨迹不规则，像是某种精灵在空中翩翩起舞，又像是某种不祥的预兆，带着难以名状的神秘感。这是什么？他喃喃自语，伸手想要触摸那光点，然而光点总是在他接近时飘移开来，仿佛有意识地躲避他的接触。他跟随着那道光，走出了庙宇的主殿，来到了庙外的庭院。四周变得更加寂静，夜空中的星光若隐若现，空气也变得更加沉闷。那道蓝绿色的光点漂浮在空中，越来越远，却又时刻吸引着他，让他无法停下脚步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不敢停下来？他的内心充满了困惑与恐惧，然而他的身体却依然不由自主地向前迈进。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，直到他进入了庙宇外的狭窄小巷。巷子的尽头是一片空旷的地方，四周被古老的建筑包围，弥漫着古老的味道和腐朽的气息。那道蓝绿色的光在空旷的地方愈发明显，漂浮在半空中，仿佛某种神秘的物质，无法用常理解释。它忽明忽暗，像是某种未曾发现的现象，或者是某种未知的存在。突然，光点骤然消失，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。主角停下脚步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。他的目光四处扫视，发现那光点突然消失的地方，竟然有一阵轻微的风吹过，带着一股让人不安的凉意。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，那道光再次出现，这次它比之前更加明亮，甚至可以看到光点中似乎有形态在不断扭动。主角的眼睛逐渐无法从光点上移开，仿佛有某种力量吸引着他，使得他不再质疑自己所看到的一切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他喃喃自语，内心的恐惧与好奇交织，像是一股无法抵挡的力量。然而，正当他想要追随那光点时，突然之间，空气变得异常沉重，周围的环境仿佛在扭曲。几乎在一瞬间，那光点开始疯狂地闪烁，像是被某种未知的力量拉扯着，不再稳定。主角的心脏猛地一紧，他突然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涌上心头，似乎在这一刻，所有的神秘力量都在向他逼近。那股阴冷的感觉像是来自深渊的召唤。光点迅速变得模糊，仿佛他不再属于这个世界。他的双脚开始不受控制的后退，试图逃离这个诡异的地方。但就在他后退的同时，他的视线被那光点吸引，内心的恐惧让他无法做出任何反应。我必须离开，他轻声自语，急切地想要找回理智。然而，他的脚步却始终无法离开那片空旷地带。四周的世界渐渐模糊，空中的光点开始疯狂地闪烁，眼前的景象变得愈加错乱，仿佛时间与空间在这一瞬间崩塌。突然，他听见背后传来一阵奇异的响动，像是有人在轻声低语，声音空灵而远离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。你不该来这里。这声音再次在他的耳边响起，冰冷而清晰，仿佛来自深渊的低语。主角猛然回头，却只看到空荡荡的黑暗，什么也没有。他的心脏剧烈跳动，身上的冷汗顺着脊背滑落。他感到一股无法抵挡的恐惧涌上心头，意识渐渐变得模糊。就在他几乎无法忍受的时候，光点突然消失，四周恢复了寂静。空气中那股沉重的压迫感跃然笼罩着他，仿佛他已被某种无法见得的力量困住，无法再逃脱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低头看向自己的相机，镜头依然对准着那个消失的光点。
他的心跳依旧疯狂跳动，脑海中却只有一个声音反复回响：你不该来这里。那光点的消失，是否意味着某种更深的谜团已开始慢慢展开？主角站在空旷的院子里，整个人被一种无法名状的恐惧和不安所包围，他的脚步无法停下，心跳的声音在耳边回响，几乎盖过了周围的寂静。空气似乎在压迫着他，每一次呼吸都变得越来越困难。他感到一种沉重的气息，仿佛无形的重物压在他的胸口，使得他几乎无法呼吸。那道蓝绿色的光点已经消失，但空中的氛围却变得更加凝固，仿佛某种古老的力量正在悄悄酝酿，随时准备降临。突然，脚下的地面微微震动，像是某种远古的力量开始觉醒，震动的幅度越来越大，地面似乎开始像水面一般波动，空气中的每一丝变化都让他无法忽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低声自语，目光四下扫视，周围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，眼前的景象也开始逐渐扭曲。几乎在一瞬间，庙宇的古老石板地面开始微微震动，仿佛大地深处有什么东西在觉醒。他猛然转身，试图跑回庙内，但脚步却像是被无形的锁链紧紧束缚住了。每迈一步，脚下的地面都伴随着轻微的颤动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冰冷而潮湿的气息。这时，主角听见了低沉的声音，像是从地底传来的轰鸣声，震得他整个人都愣住了。那声音并不是来自他身后的黑暗，而是从庙宇内部深处传来的，音量不断增大，仿佛整个庙宇都在呼吸，所有的墙壁和石雕都在低声呢喃，吐出某种神秘的言语。你不该来这里。那声音再次回荡在他的耳畔，声音低沉沙哑，却又清晰可闻，每个字都仿佛带着某种压倒性的力量，穿透了主角的神经，直接刺入心脏。他回过头，目光直直对准庙内的神像。此时，神像那双沉默的眼睛不再是之前的冷静，而是充满了强烈的注视。神像的嘴唇缓缓张开，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，仿佛回应着来自深处的召唤。空气中的温度急剧下降，周围的黑暗愈发浓重，压迫感让人几乎无法喘息。这不是真的，主角喃喃自语，深知自己此刻已经彻底陷入了无法逃脱的恐惧之中。他的双腿不由自主地颤抖，几乎站立不稳。突然间，一阵更强烈的震动传来，庙内的灯光开始剧烈晃动，犹如一场大地震般的剧烈波动。墙壁上的古老雕刻开始裂开，碎片掉落在地，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压迫感，让人几乎无法承受。在那片震动的黑暗中，神像的眼睛突然闪烁了一下，像是洞穿了时空，直视向主角的灵魂。主角的内心如同被巨石压住，整个人完全无法动弹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控制。我必须离开。他急切地想要转身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完全失去了控制，内心的恐惧已经无法用理智压抑，心脏如同狂跳的鼓点，耳边只剩下神像低沉的呼吸声和从深渊中传来的低语。就在这时，一股突如其来的寒气扑面而来，整个庙宇的空气突然凝固，变得如同冰雪覆盖的世界般寒冷。主角清晰地看到，神像的眼睛再次闪烁，这次的光芒比之前更加剧烈，仿佛要将他的灵魂吸入其中。逃不掉的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它并不是从神像中传出，而是从整个庙宇的每一寸空间传来的，仿佛整个庙宇都在与他对话，诉说着某种无法逃避的命运。主角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，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沉重，四周的世界像是开始崩塌，整个庙宇开始扭曲，他眼前的神像仿佛变得更大，散发着强烈的光芒，将一切都吞噬在其中。神像的嘴唇动了几下，似乎在低声喃语，话语里充满了压倒性的力量。突然，主角的眼前一黑，所有的感官都仿佛被抽离，失去了知觉。他再也没有能够离开这个地方。不久之后，庙宇恢复了宁静，地面上的碎片依旧散落一地，空中的寒气渐渐消散，但这座庙宇却始终没有放过任何闯入者的灵魂。而在庙中的神像依旧安静地矗立在那儿，眼中闪烁着深不可测的光芒。主角的意识逐渐恢复，但他依然感觉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困倦，
仿佛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梦境中。他的眼睛微微睁开，四周一片模糊，空气依旧沉重，弥漫着古老的香火气息。慢慢的，他意识到自己躺在庙宇的一隅，身体无法动弹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禁锢住了。他努力想要坐起身来，然而每一次尝试都如同徒劳，他的手指轻轻颤抖。突然间，一股深沉的记忆涌上心头，庙中的景象，神像的眼睛，低沉的声音，这一切的一切像潮水般涌现，让他几乎无法喘息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的声音沙哑，仿佛已经很久没有发声。每一块石砖，每一尊神像，都似乎在无声地叙述着某种他未曾知晓的历史。此刻，他突然明白，这座庙宇似乎并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象征，它更像是一个封印了某种未知力量的禁锢之地，一个隐藏着无数秘密的地方。他回想起自己刚才所经历的恐怖一幕，那种无法控制的压迫感，那种黑暗中注视着自己的目光，每一个细节都如同深深的烙印，刻在他的记忆中，无法抹去。他的眼睛开始凝视周围，逐渐恢复了部分视力。庙宇的四壁依旧是那样古老，雕刻着历经沧桑的佛像，散发着一种超越时空的神秘气息。然而，这一次，他的视线停留在一尊不起眼的墙壁上。那块墙壁上隐约刻着一些古老的符号和文字，这些文字早已模糊不清，但仍然可以辨认出一些残缺的线条和图案。这是什么？他忍不住低声自语，手指无意识地触碰到了那块墙壁，感觉到一股微弱的震动。随着手指的接触，那些古老的符号似乎开始发生变化，周围的空气再次变得异常沉重，仿佛整个庙宇的力量再次被唤醒。突然，他脑海中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声音，那声音依然是那么清晰，仿佛从远古的深渊中传来。你不该发现这些。他的心跳骤然加速，瞬间意识到自己已经触碰到某种禁忌。那声音并不是来自任何人，而是仿佛来自庙宇的深处，来自那尊神像所守护的秘密。那个声音在耳边回响，深沉而威胁，像是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正开始觉醒，准备吞噬一切。这些文字，他闭上眼睛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他们或许能解释这一切。他低声自语，但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依然如影随形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目光被一道闪烁的光吸引，那是来自庙内深处的一束微弱的光线，穿透了厚重的黑暗，照亮了墙壁上更为古老的图案。那些图案在光线的照射下变得异常清晰，宛如从石板中浮现出来的画卷。这些图案，他愣住了，眼前的一切变得愈发清晰。这些古老的符号居然勾画出了一种类似于封印的形状，一种用于封印邪恶力量的阵法。他的脑海瞬间被一股惊恐的感觉笼罩。他明白了，这座庙宇原本并非是为了供奉神明而建，而是为了封印某种恐怖的存在。那尊神像并不是守护神，而是某种存在的象征，一个被困在庙宇深处无法逃脱的恶灵，或者是一种古老而强大的力量，等待着某一天重生，重返人间。主角的手微微颤抖，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深陷在这座庙宇的迷局中，无法自拔。每一个神像，每一块石板，每一声低语，都在无形中将他引向深渊，向着未知的命运。就在他试图站起身时，庙中的钟声突然响起，回荡在整个庙宇中，响亮而空洞，仿佛是从远古时空传来的召唤。钟声伴随着一股寒气席卷而来，空气中的压迫感愈加浓重，仿佛整个庙宇在一瞬间发生了某种变化。主角的双腿再次无法支撑，身子一软，倒在了冰冷的地板上。正当他准备再次尝试站起身时，他感觉到周围的光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，那些古老的符号和图案开始以一种奇异的速度旋转，墙壁开始裂开，仿佛整个庙宇开始坍塌，释放出某种强大的力量。那股低沉的声音再次在他的耳边响起，你已无处可逃。他拼命睁开眼睛，却发现自己正被一道无法抗拒的黑暗吞噬，四周的世界逐渐消失，眼前的神像变得越来越大，仿佛一个巨大的黑洞，渐渐将他拉入其中。那一刻，他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一次关于庙宇的探险，而是一次关于命运的预言。
他已经走到了无法回头的尽头，黑暗中的一切都归于沉寂，神像依旧伫立在那儿，眼神深邃，似乎在等待着下一个闯入者的到来。一阵刺耳的钟声划破了沉寂，回荡在庙宇的每一寸空间，震得主角的耳朵嗡嗡作响。他的双眼微微睁开，四周依然是深不见底的黑暗，时间仿佛停滞，空气也被某种无法言喻的压迫力完全冻结。他的身体再次被禁锢住，仿佛已经无法再动弹，眼前的一切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。主角的意识像是陷入了一个漩涡，无论他如何挣扎，都无法逃脱这片沉默的黑暗。在这种无法逃避的孤独中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似乎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维度，一个既不属于人类世界，也不属于灵魂的存在的空间。无论他如何挣扎，怎么呼喊，空气中的一切都没有回应。庙内那神秘的神像依旧屹立不动，那双冷静的眼睛仿佛洞察了所有的秘密，直视着他内心最深处的恐惧。你已经知道的太多了。那个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充满了无尽的威胁与冷漠。主角的心脏仿佛被什么东西扼住，难以喘息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并非是偶然闯入这座庙宇的，这一切早有预兆。那个神像，那个低语的声音，以及那道蓝绿色的鬼火，都在引导他走向一个他无法抵挡的命运。他是被选中的人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召唤而来。他忍不住回想起之前的经历，自己并没有被直接困住，而是被逐渐引导入一个连通的迷宫中，像一只即将被收网的猎物，脚步早已不由自主地跟随某种看不见的力量。这座庙宇早已没有了原本的庇护作用，反而变成了某种封印和囚笼，让他无处可逃。你不该在这里。那个声音愈发接近，仿佛在他耳边低语着，带着一种冷笑和残酷的决断。主角闭上眼睛，努力让自己不再恐慌。他开始回忆起自己曾拍摄过的照片，那些相机里的影像突然开始在脑海中重现，仿佛每一张照片都带有一丝不同寻常的氛围。尤其是那最后一张他从未仔细查看过的照片。那张照片里，菩萨的眼睛竟然不再是静止的，而是清晰地注视着他，目光穿透了镜头，直达灵魂。难道？主角猛地睁开眼睛，试图捕捉到自己脑海中的最后一丝线索。镜头、照片、神像，眼神，他的心脏猛地一跳，脑中瞬间闪过一个想法，或许这些照片并不是简单的记录，而是某种通往未知世界的钥匙。庙中的神像也许并非是静止的，而是活的，他们的目光不仅穿透了时间，甚至能穿越相机镜头中的每一分光影。主角急忙抓起自己掉在地上的相机，几乎是强迫自己恢复冷静。他将相机对准面前的一尊神像，那双眼睛依旧充满威胁，但这一次他决定不再逃避。当快门按下的瞬间，相机屏幕上闪现的画面让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神像的眼睛依旧清晰而冷漠地盯着镜头，然而除了这一点，画面中还出现了一丝他从未见过的阴影，似乎在神像的背后，模糊中隐约有某个身影若隐若现。这到底是什么？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的手再次颤抖起来，无法解释眼前的画面，心头的疑问越来越强烈，仿佛揭开了某个隐藏的谜团。而此刻，庙内的空气突然变得愈发沉重，整个空间似乎在缩小，墙壁开始显现出裂缝，碎石掉落在地。神像的背后逐渐显现出一扇门，一扇早已被遗忘的门，似乎在召唤着他，等待着他去触发某个未知的事件。你无法逃脱。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但这一次它不再充满威胁，而是带着一丝不容抗拒的指引。主角猛地转身，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游客，他已经成为了这座庙宇历史的一部分，成为了那个无法回头的选择的见证者。他的存在早已被这座庙宇所捕捉，像一个被遗弃的灵魂，等待着被永远铭刻在这里。当最后一声钟声回荡在庙宇的空气中，主角的身体突然消失在了神像的阴影之中，就像他从未存在过一般。所有的痕迹都被抹去，留下的只有那座庙宇依旧屹立在黑夜中，等待着下一个访客的到来。而相机里那张最后的照片
依旧清晰地记录着神像背后的秘密，仿佛被永远困在了无尽的时间中。钟声终于停止，庙内的寂静变得更加沉重，空气仿佛冻结了，连微风都不再吹动，时光似乎在此刻停滞。庙宇的每一块石板，每一尊神像，都被阴影和岁月的痕迹覆盖着，仿佛进入了一个永恒的沉睡状态。庙内的光线不再摇曳，所有的一切都如同被一层厚重的尘埃封存，等待着下一个闯入者。在那座庙宇的角落里，早已消失的主角不再被任何人记得，他的影像也没有被时间留下，只是在那台老旧相机中留下一张不被理解的照片。照片里，神像的目光依然冷漠深邃，穿透了相机的镜头，而照片的边缘却似乎被黑暗吞噬。每当有人凝视那张照片时，时间仿佛开始扭曲，视线无法从照片上移开，无法逃避其中的诡异力量。那些神像依旧静静地守候在庙内，眼中闪烁着不可言喻的光芒。他们并不只是装饰物，也不仅仅是庙宇的象征，他们是守护者，亦是囚禁者。每一个进入这座庙宇的灵魂，都会成为他们的一部分，或许是一位新的访客，又或者永远消失在这片神秘的黑暗中。没有人知道庙宇的阴影深处到底隐藏着什么，或许是某个古老的力量，或许是那个被遗忘的秘密，等待着被人发现。每一个被吸引进庙中的人，或许早已注定了自己无法逃脱的命运。庙中的低语仿佛来自远古的深渊，在每个踏入者的耳边轻声诉说着自己的诅咒。然而庙外的世界并没有因这座庙宇而停滞，时间依旧流转，岁月依然无情。偶尔仍有游客来这里，怀着好奇或敬畏的心情游走在庙宇的广场上，有人在神像前低头祈祷，也有人在庙内游走，拍摄每一寸古老的墙壁。然而他们大多并不知晓自己的存在早已被这座庙宇记住，成为了永恒谜团的一部分。这座庙宇依旧保持着它的沉默，它的神秘，它的无声的守护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庙宇在黑暗中显得格外诡异。远处的街道渐渐熄火，风吹过庙前的古树，带来一丝阴凉的气息。夜空中的星星隐约闪烁，而庙内的灯光依旧昏黄，照亮着那一尊尊不动声色的神像。但每当一个新的人踏入，灯光总会变得不安分，光线似乎在跳跃扭曲，庙宇的影像也开始在神像背后悄无声息的变化。谁能保证下一位走进这座庙中的人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故事的主角？也许他们已经无声无息地成为了庙宇永恒的一部分，迷失在庙宇的影像和历史中，无法再回到外面的世界。神像依旧盯着前方，眼中闪烁的光芒仿佛是洞察一切的眼睛，他们无声地守望着这一切，等待着下一个探险者，等待着下一个灵魂的降临。庙宇依旧安静，世界依旧继续，而谜团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一天。